好，我们开始啊。我们接下来画第3朵，颜色都还是一样的哈。首先这一朵的话，颜色我看一下，要调一个什么颜色偏多的呢？让每一朵的颜色稍微有一点区别啊。这朵花以什么颜色为主？还是以这个玫瑰红为主吧。以这个玫瑰红、牡丹、玫瑰红和胭脂都调一点啊。来，玫瑰红，先调一层玫瑰红。好，先调一层玫瑰红，调玫瑰红，然后调一点点胭脂。调一点胭脂，然后调一点赭石。好，再来一点赭石。还是一样，各种各样的碎花瓣啊，任意的去组合。笔尖要不停的去蘸一点赭石，一点焦茶。来，再加一点赭石，加一点点焦茶。加颜色啊，加一点颜色。来补充颜色啊，补充这个玫瑰红，补充一点胭脂，补充一点胭脂，补充玫瑰红，补充一点赭石，补充一点焦茶。颜色还是这些颜色，就是依次的去补充，依次去调。那也要有大有小啊，有变化。这花瓣要有大小的变化。再来调一点焦茶，都在同一个色系上。来，再补充一点赭石，补充一点焦茶。好，来，现在画了这么多，笔上底色有点干，我们加一点底色，轻轻的去补充一点底色。我这一朵花是没有加这个太清蓝的啊，玫瑰红胭脂，还有这个赭石，然后焦茶，依次的调哈，依次的调均匀。好，现在笔上又有点干，我们再加一点底色，轻轻的去补充一些底色。
补充完底色还是一样，先调一点玫瑰红，调一点胭脂，然后调赭石，调焦茶。每一朵花调色的用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哈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颜色，补充一点胭脂，补充一点赭石，补充一点焦茶。现在颜色稍微深一点点。好，各种各样的花瓣啊，有长的，有短的，有圆的。像画这种碎花瓣，我们可以把这个笔上的颜色去把它用完了，然后再去补充颜色。好，现在有点干哈，笔上干了，已经画不动了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。好，再来调一点这个玫瑰红，调一点玫瑰红，调一点胭脂，调一点这个赭石，一点点焦茶。好，花瓣要有大有小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再来补充一点底色。现在画这种，因为这几朵花都很大，所以每个花瓣都很大，用的这个颜色都很多啊，一下子这个底色就要该补充了。来，我们再来补充底色。再来调一点玫瑰红。调一点玫瑰红，调一点胭脂，调一点赭石，笔尖蘸一点点焦茶。好，然后这一大的花瓣就很大。再来补充一点点颜色啊，越到这个上面的花瓣，颜色越来越浅啊。因为这一笔稍微深了一点点，明明说要浅一点点啊，却还是这么深。再来补充一点底色，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，调一点点赭石就可以了。颜色要浅哈，现在调色要调的少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底色啊，笔尖上再来补充一点底色，在盘子的边缘蘸一丁点颜色，好，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。好，这些虚的花瓣啊，那有一些缝隙里面，我们待会儿再去把它填上，有一些缝隙我们待会儿再来填。好，笔上再来补充一点底色，轻轻的再补充一点底色。在盘子的边缘沾一丁点颜色，好，我们多一点笔触啊，一笔一笔的去点出它的笔触。因为让这个花瓣要有整有碎，不要全部是这种大的一笔形成的。
回一下笔啊，偶尔这个缺口的地方回一下笔。好，在这个旁边蘸一点点颜色，旁边蘸一丁点颜色。好，刚刚这一笔发现有一点点深啊，复一下笔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把缺口里面稍微加深一点哈，加一点玫瑰红，加一点胭脂，加一点呀，这个赭石千万不要加太多了，加点赭石，然后加一点焦茶。把这些缝隙里面啊，稍微用深一点的颜色补上。好，这一笔的话有一点，好，然后多加一点点这个焦茶，来一点胭脂多一点啊，来一点胭脂，来一点赭石、焦茶，还是把这个颜色调深一点。这个时候调到最深，如果还不够深的话，可以在这个边缘加一丁点墨啊，不要加太多了。好，我们把底下的这些深色的地方，把底下深色这些先补充一下。好，我们上面的花瓣，我们该大胆的去画，我们就大胆的去画。那像这些地方，我们得要细心一点，那就是细心的去收拾。好，再来蘸一点点焦茶，补充一点焦茶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焦茶。好，来这朵花在后面啊，我们要注意它的一个层次。来，再来补充一点焦茶。画的时候小心一点。来，再来补充一点胭脂、玫瑰红、胭脂、赭石，然后焦茶。颜色一定要调久一点，调均匀哈。咱们画这个小写意，颜色调均匀，你就成功一半了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就是刚开始学习的朋友啊，初学的朋友，一定要看基础课里面的调色问题解答哈。那页课程讲的非常详细，对调色问题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分解。来，笔肚干了，我们再来蘸一点底色，轻轻的用笔肚去蘸一下底色。来调这个玫瑰红，调胭脂，调这个赭石，调这个焦茶，焦茶来多一点哈，赭石和焦茶再来多一点，这一笔也稍微的深一点。
好，来这里补充一个花瓣啊。再来补充一点玫瑰红，补充一点赭石，补充一点点交叉。这一笔的话，笔尖上稍微有一点点深哈，不要太明显啊。好，笔上又干了，我们又得要蘸一点底色啊，轻轻的用笔肚去蘸一点底色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花还要怎么去展开，哪里还要去展开这个花瓣。我们再调玫瑰红，调多一点哈，调一点胭脂，调一点胭脂，来调一点赭石。现在颜色调到整个笔肚哈，我们现在画大花瓣，把颜色调到整个笔肚，让整个笔肚上都有颜色，调久一点哈，一定要调均匀，调到整个笔肚。好，来这里来一个大花瓣啊。呀，我整个笔都按下去都感觉不够啊，画这个大花瓣我都觉得还不够，真不够啊！想要再大一点，这个笔再大一点就好。再来蘸一点底色，颜色再来补一点。好，再来蘸一点底色。这个大花瓣一定要底色要充足哈，一定要多。蘸一点颜色，补充一点颜色。好大的花瓣就让它很大，很夸张。这几朵花都特别大，因为画的就是一幅有装饰性的装饰画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，来先把这笔下边这里花瓣都补充完吧。来，再来调一点玫瑰红，调一点赭石，把深色这一边都先画完，补充一点交叉。好，这里更加要小心了，亲爱的家人们。这里，因为在正好是两朵花相交接的地方，这还真不是很好画。好吧，到这，我再看一下这边要补充，在这边再来补充一点颜色啊，这个底下这里再来补充一个花瓣。
好，现在我们看一下这里，再调整一下，把笔洗一下啊，因为现在笔肚上颜色太深了，我们把笔洗一下，洗一下重新再补充底色。来调一点点玫瑰红，调一点点赭石，少少的颜色啊，调一点交叉。好，再一点赭石，一点交叉。好，把这两个花瓣拉长一点。把这个缺口给灭了啊，不要两边的缺口不要一样的。哎，发现这里还有一个缺口。好，这一朵的话就可以了啊，这一朵就可以了。咱们已经完成了第3朵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画下一朵啊，画下一朵。好，这里再来一朵。好，上面再来一朵。上面来一朵，我们就稍微颜色深一点哈，再颜色深一点。来，先补充一点底色，然后我们调这个调胭脂哈，直接调胭脂。来，这里再来一朵啊，这里来一朵。大概看一下多大啊，画多大，大概就画在这个位置吧。只能画一半啊，只能画一半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点笔尖，再来补充一点点胭脂。这朵胭脂和交叉吧，但是这个胭脂是比较多的那个胭脂。好，再来一点胭脂，胭脂不够啊。好，再来蘸点胭脂。来，再来蘸点胭脂，直接蘸到由深到浅的一个渐变色。
这个反笔反着画稍微有一点点不够，不太好画。好，再来蘸胭脂哈，直接全部都用胭脂。来，再来一点胭脂，深一点。这一笔还不够深，我们加深一点。好，再来一点胭脂，直接全部补充胭脂啊。好，补充胭脂。直接用胭脂画，胭脂在这一幅作品里面，它颜色因为都是比较雅的，我们用这种比较沉稳的颜色，就不要加鲜艳的颜色进来。那胭脂它这个颜色还是非常沉稳的一个颜色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胭脂。笔尖上补充一点胭脂，让它包起来。我们这里画一个包菜的吧。好，现在笔上有点干了，咱们补充一点，轻轻的去补充一点底色啊，轻轻的补充一点底色。好，直接调胭脂哈。现在我们只用了一个颜色，就是胭脂色。好，这些缝隙里面可以加上一点点深色进来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补充正瓣啊。现在笔上的水分有一点点，哎，好，来加一点底色啊，加一点底色，然后直接调这个胭脂哈，直接调胭脂。来调胭脂，好，这里来一个大花瓣啊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底色啊，轻轻的补充一点底色。来，直接补充胭脂哈，再多一点胭脂。
来补充正半啊，补充正半里面的胭脂，胭脂深不下去，我们加一点黑色。胭脂达不到的，我们就加一点黑色进来。但是黑色前提是一定是要胭脂很饱满的情况下，如果胭脂不够饱满，你加黑色它就泛白。加胭脂的时候一定要黑色够饱满啊，加黑色的时候胭脂一定要够饱满啊。好，再多加一点胭脂啊，多加点胭脂。笔尖可以加一点点黑色，黑色和胭脂调在一起。好，再来一点胭脂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胭脂，把这个正半直接补上。好，两朵相交集的地方，好，这里来补充一个大的花瓣啊。再来补充一点胭脂，缝隙里面啊，需要深的我们可以再补充一点。笔上现在干了，我们加一点底色，继续来调这个胭脂。现在把颜色调上一点啊，不过整体的颜色不要那么深。我们看一下，要看一下位置，哪里加花瓣好看。这里前面已经加了一层，然后再来一层。好，笔肚上再来补充一点底色，再继续调这个胭脂哈，还是这个胭脂，调多一点，调一点这个焦茶，胭脂加焦茶，多一点哈，多一点颜色浓一点。好，胭脂都没了，啊，底下再来一个花瓣，推加点，推加点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点，然后胭脂没有了，我们再加一点胭脂哈，再加一点胭脂。好，这里来一个。补充充足一点的胭脂哈，底下这一花瓣深一点颜色要，但是它是在前面一朵花的后面啊，注意它的一个层次。好，再来看一下哪里需要去补充。看一下哪里还要加花瓣啊，补充一点底色。
补充淡淡的一层胭脂啊，淡淡的一层胭脂。指人这里有一点平，这里再加一层花瓣啊。好，只能这里再加一个花瓣，在哪里加花瓣都感觉不太好看啊，花无正形。那这个花的话，基本上就这样啊，把这个花瓣再拉长一点，这个花瓣稍微拉长一点点啊。好，然后稍微有些地方回一下笔，回笔的时候不要太深了。好，这一朵就可以了啊。然后把这个花心的地方用最深的颜色，用这个橙的胭脂，或者是用胭脂加黑色，用胭脂加黑色吧，把这个最深的地方把它填上最深的颜色。好，我们接下来下一朵啊，下一朵。这一幅作品里面可好几朵。好，先在这里画一朵，先在这里画一朵，先在这里画一朵，然后这个留一个看一下多大的缝隙，然后再去补色再去补这个画。先在旁边画一朵。好，我们下一朵我们就只用，也不能只用哈，稍微也加一点点啊，加一点点这个胭脂，多一点用这个焦茶。下一朵我们直接用这个赭石和焦茶吧，赭石和焦茶来画。好，我们在这里画，大家先圈一个圈啊，先圈一个圈。大概在一个什么位置？好，调一点这个胭脂，调一点这个焦茶多一点哈。有可能我们待会儿也可以调一点点这个，调一点什么？调一点这个橄榄绿进来啊。好，调一点赭石，调一点焦茶。有需要的话，我们待会儿可以调一点橄榄绿进来。好，焦茶多一点，把这个缝隙里面啊，缝隙的地方填上最深的颜色。焦茶深不下去，我们也可以加一点黑色。如果深得下去，颜色有区别，我们就没有必要加黑色。如果颜色区分不开来的情况下，可以加一点黑色。好，这一朵又是一个半朵的。好，加一点底色，笔上现在有点干哈，有点干，加一点底色，再调一点焦茶。啊，沾一点点焦茶，颜色慢慢的越来越浅哈。
来直接这么去点出它的一些花瓣。沾一丁点颜色就可以了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底色。这个花瓣画高一点，不要让它太平了。好，调一点赭石，调一点焦茶。点赭石，调一点焦茶。这个每一个花瓣在基础课里面啊，这个花瓣怎么画，在基础课里面都会教哈。好，补充这个焦茶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底色啊，补充一点底色。我这完全就是瞎画啊，现在画到后面这个花型，完全就是
就是随便画。好，然后直接蘸这个交叉，我现在直接蘸交叉。好，再来蘸一点底色，蘸一点点颜色啊。好，这里补充一个花瓣，把这个缺口给填上。这边再来加一些花瓣，笔上好像太深了一点，我们把笔洗一下，把笔洗一下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点这个交叉，看着花型。现在最后的这些花瓣啊，最后这些花瓣都要看着花型去调整啊。好，这个花就可以了，就这样。它藏在里面的一朵花，随心所欲的画。那接下来看这里需不需要画？好，这里再来画一朵在里面的啊，在里面的，再来一朵。那这一朵我们还是蘸胭脂哈，蘸一点胭脂，蘸一点赭石，然后蘸焦茶。好，蘸一点焦茶。蘸一点赭石，蘸一点焦茶。那我们画一朵这个包起来的，蘸点胭脂，蘸点赭石，蘸点焦茶。
好，中间一点哈，我们用胭脂。中间这里用最深的胭脂。好，调胭脂。好，调一点焦茶，调一点这个胭脂。好，调一点焦茶，调一点胭脂。好，笔上太干了，我们加一点底色啊，加一点底色，这里画一个基本上像一个花苞一样。好，笔上干了，我们就加一点底色。笔上干了就加一点底色。好，调这个焦茶，调胭脂，先调焦茶，调胭脂。这几朵花全部都是这些颜色啊搭配的。好，调焦茶，先调焦茶，然后再调胭脂。啊，这些缝隙里面我们得小心一点啊，因为这一朵是在后面，我们不要把前面的花给遮了。好，这里再来一个花瓣。加一个花瓣，加的稍微有一点圆，感觉圆就圆吧，因为它包起来的，包起来就让它圆吧。好了，几朵花都画完了啊，来看一下这个整体的一个画面感。加一点叶子，画叶子，画叶子。我看一下叶子安排在画在哪个地方。
在哪个地方加一些叶子。叶子还是用这个盘子的颜色，咱们用这个橄榄绿，哎，橄榄绿有点干了，再加一点。用这个橄榄绿啊。沾点赭石，沾点赭石，沾点焦茶来画叶子。叶子也跟这些花是同色系啊，也跟它是同色系。我们看一下哪个地方画叶子。这个叶子都要多大呀？一笔都画不成，都要2笔去画一个叶子。这个叶子它不按我们平时画叶子那样去画，这要多大一点。好，沾一点焦茶，沾一点这个这个什么橄榄绿、赭石、焦茶。一笔都画不了这个大叶子。好，蘸橄榄绿，蘸赭石，蘸焦茶。可能黑的地方蘸一点墨，再黑一点的地方蘸一点墨。好，蘸一点墨，不要太多墨。笔上加点水，就是旁边有一些叶子就可以了。好，橄榄绿、赭石、焦茶，蘸墨。好，然后用胭脂，偶尔画一条枝干出来。这是个装饰画，这些叶子它会出的有点奇怪啊，叶子都会出的有点奇怪，哎，这没有蘸墨的感觉不太好看啊。
好，橄榄绿再加一点啊，再加点橄榄绿，加点墨，再画一片啊。好，装饰画有可能我们待会儿涂底色这叶子如果不好看的话，有可能我都会把叶子给遮掉，就看情况。这个叶子像这种装饰画的话，不画叶子也是可以的。我们之前画的那一套作品里面就是没有画叶子。然后这个勾叶茎的话也是哈，那到时候我可能说勾成其他的。只是现在大概的勾一下啊，有可能我到时候我把它勾成金色的。先还是大概的勾一下。颜色的底色的话，我想做一个这个，比较深色的一点，比较深色。我们现在来调这个做底色的颜色啊，焦茶哈，用焦茶胭脂，用焦茶和胭脂来调这个底色，直接把盘子这个胭脂调进去。如果直接用这个颜色做底色，还是有一点太跳了。好，这个是胭脂加焦茶色。好，胭脂还不够啊，胭脂不够。好，再来一点胭脂。加点黑。小心一点啊，调的时候要把这个花给遮住啊，不要沾到这个花上面去了。好，再来一点黑。好，再来一点焦茶，焦茶再来一点，水再来一点，水再来一点。这个黑色还要再加，黑色还不够啊，还不够黑。那这个碟子里面有黑色，
觉差不多。要深一点的底色，把我们的这个浅色的花给衬出来，它颜色会更亮更好看。如果刚刚我们画叶子的那个颜色其实还不够，这个叶子如果不好看的话，我们把叶子直接把它遮掉哈。觉得叶子不好看的话，可以把叶子遮掉。好，来，我们把它先涂上啊。这个的话，基本上涂一遍就可以了，因为是厚涂，厚涂哈。当然，如果说一遍不够，这个颜色不够饱满的话，也可以再继续涂。这一次的3幅这种这种作品的话，我会画3个不同颜色的。我们之前的第一期课程啊，3个那个现代感的3个都是一样的这个底色。这一次的我们画不同的啊，不同的颜色，3幅都不同的颜色。就是花的边缘稍微小心一点啊，其他地方我们就大胆的去把它涂满。不要叶子，待会儿就把叶子给涂掉就好了，只是试一下。叶子的话就先画来试一下，看一下叶子好不好看啊？不好看，不好看的话，叶子就直接灭了它。好，直接把叶子给灭掉就行了。花的边缘的地方要小心一点。但现代的，你们喜欢这种比较现代感的装饰画的感觉吗？喜欢吗？
有花有叶这种装饰画，没有叶子是可以的哈。装饰画这个比较现代感的，它没有叶子是可以的。当然，就是有叶子，我们先把它先保留来看一下。当然，学习的话，只要你想着你学习是为自己，学到知识永远是自己的，这个就没错了。不要想着别人怎么样，我就可能会怎么样。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圈子和这个什么都不一样，所以不要去比哈，不要去比，每个人都跟自己比就可以了，跟昨天的自己比。就我们有些学员说，哎，老师，我的作品我拿到美协去，他们说，哎，怎么样，就不够好。那也有可能是你还画的不够好，也有可能没有遇到伯乐。那我们有一些学员的作品呢，那是美协找着他去加入啊，拉着他去加入。你说这就是每个地方的人不一样嘛，每个地方看东西看事物的眼光不一样，或者是正好这个就完全看人家看不看得上，人家喜不喜欢，正好是吧？就每个人的眼光不一样，即使就像人家说的，国展作品都要凭运气呢，就是刚好那些评委喜欢你这种作品啊，那你可能机会高一点，是吧？你们说是吗？就是这个道理啊。就是他因为这个画画这个东西，他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，它不像数学题1+1等于2， 1+1就是等于2，它不像这样子啊，它不是这样子，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，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很难说，就自己喜欢就好了。你学习看你自己学习的目的是什么。有些人不在乎名也不在乎利，我什么也不来，只要画得好就行，画得好有人喜欢就行，是吧？就学习我这种风格，也不一定说每个人都跟我画的一样嘛。那我们这个小写意是新小写意，那为什么要有工笔呢？为什么要有油画呢？我们就是这个真实的，我们就是用小写意的方法去真实的去表达这个牡丹花的美。因为你画这个大写意，你没有办法把这个洛阳的这个千姿百态的牡丹花的美去留下来，是不是？你留不住，只能画神似，就没有把它细致的这个高雅的，或者是妩媚的，或者什么的美去表现在我们的画面上。
在我们的画面上看不到这些美。所以我们的小写意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把它的这个真正的美去把它表现出来啊。那不然的话，干脆不要工笔画了，工笔画它更加写实呀，是吧？那我们这个比工笔画肯定还是要，那比工笔画是不是要灵动多了，生动多了，而且要快很多。就我们年龄，特别是上了年龄，你画工笔画多伤眼睛啊！画这个小写意，我们一遍成功，它也能达到这个工笔的精美的效果。好，待会儿这个叶子要不要，我们待会儿再决定啊，先不急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花给框出来。然后就直接去涂了。好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叶子还要不要？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叶子还要不要？一起来看一下叶子还要不要？当然，这个的话，我明天干了之后，可能还要做处理，或者是还要加其他的东西啊，或者是怎么样？要是吧？要就留着，要就留着啊。或者是我们把这个叶子。好，用我们的这个底色的这个颜料去来勾一下它的叶筋。好，还是换一支小一点的笔好勾一点，好掌握一点。
这个作品的话，还要等明天干了之后，我们再来看整体效果，再看一下还要怎么去调整。或者叶子还是稍微浅了一点点。明天的话，我们等这个叶子干了之后，我们再把这个剩余的这个底色，再把这个叶子再扫一遍啊。我们现在不能扫，现在它是湿的，你扫它就会晕到一起了，知道吗？宣纸就是这么神奇，你等它干了之后，你再加什么，你在上面加颜色，它都不会晕开，它都是自己的颜色是自己的，就不会你家跟我家混到一起。所以现在我们不能加，现在这个叶子稍微还跳了一点点啊，就是深了一点点，到时候要把这个叶子再降一下，干了之后它会更浅一点哟，因为我是预计它干了之后的颜色。我们画一下花心啊。就只有2朵花需要加花心啊，或者是这一朵也可以加一点点。好，可以了。亲爱的家人们，装饰画的话可以弄得亮晶晶的，等它干了之后，我们可以加一点云母啊，加点云母进来，撒一点这个云母。但是撒云母你要粘住啊，你要粘住，你要怎么办？你要先等它干的时候，用水和胶调和，喷一下，喷一层这个胶，你再把金粉撒上去，金粉才能粘住，你知道吧？要么就是你在涂这个底色的时候，就把那个金粉加进去，就直接涂上来，知道吗？现代风啊，这一幅是现代风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干了之后这个底色还会变浅一点啊。如果说想要这个有那个金粉的感觉是可以的，你可以加在这个颜色里面，我们没有加，你只能到时候喷上来。像这个底色的话，基本上我感觉还是要涂第2遍啊，它还是有点花，干了之后它会有一点花。这幅作品就这样子哈，完成。如果需要调整的话，等明天干了之后我再看情况。好，大家好，那我们这幅作品现在干了之后，这个还是显得有一些不够均匀哈，像这样子泛白，里面有这个白色的。有这个白色的透出来，就显得整个画面有点花，因为这个可能还是颜色不够浓，不够厚，所以我们再来调一点颜色，一样的就是
用这个焦茶和胭脂啊，拿错了，还是用这个焦茶和胭脂。好，先把它调和。啊，这个可能胭脂多了一点啊，焦茶少了一点，那就焦茶再来一些哈。好，再加一点黑色。还是一样啊，焦茶、胭脂，还有这个墨。它每次调可能颜色都会有一丁点这个差别，但只要覆盖了它都没有关系。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话，我们把颜料里面加一点这个云母粉啊，就是这个金粉啊，金粉。买这种金粉的话，之前课程里面都有啊，就是你去搜就能找得到哈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种闪粉，就是闪粉哈，就是闪粉。我这个用的紫色的，你们用金色呀，或者是玫瑰金啊都可以。好，加一点在里面就可以了。加在里面调和。好，我们就可以开始直接把这里继续涂一遍啊。这个叶子的话，为什么把它盖了？其实本来不想把它盖的，一下子涂过去了，把它盖了，但是还是能能有一点点显出来哈。就是我们不要让它那么明显，那么亮，也没有完全盖住，它到时候还是会凸显出来一点点，就是不是很明显。叶子还是能看得到。这叶子留着，我们待会儿用浅一点的去涂，太深了。刚刚这一下涂的有点太深了。好，把这些空白的地方，不是空白的地方，就是底色的地方，
需要涂底色的地方全部把它涂一遍。好，现在我们再加一点水啊，再加一点水，把这个调的这个底色再稀释一下。稀释一下，然后再涂上去啊，涂在这个叶子上面。始终的话，还是觉得这个叶子它有一点跳，在这个画面上还是有一点跳，像这样就差不多。刚刚这一个的话就太深了一点，就遮的已经完全看不怎么见了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干了之后，它叶子可能还会明显一点点，这里也能隐隐约约能看得到这个叶子哈。叶子让它按下去，按一个度。好了，大家可以画起来哟。